蔡英文当局因波兰赠台4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兴高采烈，并通过各种途径花式感谢波兰。然而，波兰外长访问立陶宛期间，当着立陶宛外长的面，明确表示支持一中政策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这让立陶宛和蔡当局的心情在一天内经历了大起大落。周日，为纪念恢复外交关系30周年，波兰外长拉乌对立陶宛进行正式访问。两国外长的联合声明表示，双方重点讨论了白俄罗斯局势，并高度评价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。不过，在随后的联合记者会上，被问及台湾问题时，拉乌却给立陶宛政府当面泼了一盆冷水。拉乌表示，波兰不打算在台湾问题上效仿立陶宛，波兰的立场非常明确，支持一个中国政策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拉乌进一步表示，正因为如此，台当局在波兰只有一个经贸性质的办事处。波兰外长这一表态令台湾方面大感失落，因为就在当天，民进党当局正因为波兰政府赠送的疫苗感激涕零。周日下午，波兰赠送的4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抵达台湾，随即民进党当局通过社交网站、媒体等各种途径表达感谢。蔡英文在脸书发布图片，上面用双语写道：“谢谢波兰。”赖清德发推感谢欧盟伙伴。陈时中在直播中用中英波兰3语说谢谢。当晚，台北101大楼直接来了一场灯光秀，感谢波兰千里送真情。波兰外交部此前在官网上发出的声明稿称，台湾去年曾向波兰捐赠了100万片口罩、5000套防护衣。目前台湾疫情出现反复，疫苗短缺，因此波兰决定向台湾回赠40万剂疫苗。对于波兰外长明确表态支持一中政策，台外事部门周二匆忙作出回应，声称拉乌是应记者发问而重申波兰政府对于两岸关系的一贯立场，其政策方向并无改变。对此，有岛内网友表示，这记耳光甩得蔡英文好痛。现在波兰外长的这个表态，明显的是把他这个期待让他落空了。波兰明确讲，他要坚持一中原则，而且明确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这句话是很不容易的，那就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操作的空间了。波兰外长当着立陶宛的面，不仅重申支持一中政策，还谈到了中东欧国家17+1合作机制。拉乌表示，17+1合作是波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经济合作的众多平台之一。这一表态让立陶宛政府的心情更是五味杂陈。近期，立陶宛频繁炒作台湾问题，跳到反华一线。有分析指，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前，立陶宛对华政策相对比较务实，曾长期保持稳定发展。随着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打压政策，立陶宛的对华政策逐渐走偏。不过，立陶宛单方面宣布退出17+1打台湾牌，并非中国压力所致，而是其为获取美支持的主动行为。因此，欧洲其他国家与立陶宛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，不会轻易跟风。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无意伤害对华合作关系。外界还注意到，今年5月，波兰外长拉乌来华访问，中国成为其履新后访问的首个亚洲国家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拉乌举行会谈时表示，中欧作为世界上两大力量、两大文明，有着广泛共同利益，双方是合作伙伴，不是竞争对手。中欧要在相互尊重基础上，通过建设性对话增进理解，明辨是非，排除推进合作的干扰和障碍。拉乌回应称，波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理解并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，愿为欧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做出积极努力。波兰的立场，我认为它是不是代表欧盟几乎所有的国家的立场不太确定，但它一定是发表了欧盟关于在对华政策上它的利益的基本的想法。今年上半年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20%，而欧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仅仅增长13.8%。现在情况下，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。另一个层面，欧盟跟中国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。另据台媒报道，洪都拉斯总统竞选人称，若胜选将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。民进党当局借此对大陆污蔑攻击。对此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，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、大势所趋。中方欢迎一切认同、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。